顶流福宝回国竟被曝安排接客。中兴连夜辟谣，偷拍者终身禁止入园，起因是有人发出了福宝近距离照片，画面中小福身处飞展出繁育场，并且还有疑似接客的行为。粉丝见状纷纷谴责中兴虐待福宝。正当舆论愈演愈烈之际，中兴连发数条微博进行辟谣，表示福宝之所以会生活在繁育园，是为了接触更多饲养员和其他小熊，减少福宝未来展出时的应激反应，并且每个圈舍之间都有交流窗，可以与邻舍小熊进行声音气味交流。虽然并不知道隔壁小熊究竟是谁，但他绝对很喜欢小福咩咩叫个不停，而交到朋友的福宝也非常开心，傻乎乎的扬起脑袋笑出了表情包。看样子两熊平日没少交流八卦。另外，福宝明显非常喜欢中国奶爸，当对方端着一大盘零食来投喂的时候，小福闻了闻味道，并没有第一时间去吃，而是靠在栏杆上撒娇，想要奶爸按摩。饲养员则宠溺地抚摸福宝脑袋和肚腩，小家伙直到被按舒服了才乖乖吃饭。奶爸一个手势，福宝就张大嘴等果果飞进来，主打的就是一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看到这，谁还敢质疑国内饲养员的专业性？要知道，当初小奇迹就是因为谣言满天飞，中兴迫于舆论压力才草草安排他展出，结果尚未完全适应的他出现严重应激反应，不停在场地内暴走，就连食物都不想吃。尽管奶爸提前在外场撒了他的青团，但小奇迹依旧对新环境非常警惕，有时甚至一整天都缩在墙角呼呼睡大觉，直接无视了奶爸奶妈送加餐的呼唤声。饲养员只好用夹子把食物送到嘴边，小奇迹才睁开睡眼惺忪的双眼炫饭，可怜巴巴的模样让姨姨们止不住的心痛。等到好不容易适应新环境后，小奇迹又被邻居搬家的声音吓到了，再加上新邻居真蓝圣蓝的陌生气味，小家伙再次出现应激反应，四处暴走。代班奶爸闻讯第一时间来到现场，拿来许多笋笋试图安抚小奇迹，然而他叼起笋后仍继续满场乱跑，累到直喘粗气才停下来吃了几口。直到回国3、4个月后，小奇迹才终于适应了新环境和邻居，开启了和奶爸奶妈相爱相杀之旅。可见正是有了小奇迹的前车之鉴，中兴才会安排福宝先去隔离场，与更多饲养员和其他小熊相处交流，直到完全适应家乡生活再安排展出。只能说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能理解粉丝对福宝的担心和喜爱，但中兴对小福的安排也是经过各方面考量，偷拍行为更是从本质上就不值得推崇。相信福宝很快就能适应家乡环境和朋友，早日和爱他的姨姨们见面。北洞窝头的杀伤力究竟有多强？小白天装都不装了，直接丢掉。这天面面奶爸照例给小白天送窝头，原本太子妃想稍微吃点给奶爸个面子，谁料刚咬一口就觉得这面子不给也罢，不光扔了手里的，还把嘴里的也吐了。只能说北洞窝头一吃一个不吱声，别的小熊都是连吃带拿，唯有北洞熊猫对窝头连扔带吐。因此徐老爷趁小白天打哈欠，快速把窝头塞进了他嘴里。谁料老爷手都还没来得及收回去，窝头就被小白天呸出来了。紧接着小熊精背过身示意老爷按摩，但徐老爷可不会像面面一样人熊拿捏，放下窝头后直接干脆利落的关门走了。尴尬又无措的白天只能乖乖捡起窝头，满面哀愁的吃起来。老爷不愧是老爷。然而有时小白天也会假装配合，奶爸一转身就立马把窝头丢进死角，随后开开心心的吃美味笋笋胡萝卜。不过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徐老爷察觉不对劲，转而询问游客：窝头没扔吧？扔了！惨遭背叛的小白天直接生胖气，一整天都背对着游客，坚决不露正脸，内心 OS 天天心肝宝贝小可爱，卖我的时候比谁都快，真是气熊了。其实北洞不仅小白天抗拒窝窝头，萌代更是直接使出堪比影帝的演技。只见他扒拉半天才下决心咬了一口，然后赶紧用手挡住，偷偷吐掉了。之后更是用嘴炒一遍窝头就悄咪咪吐掉。就是说萌大这演技不拿奥斯卡可惜了。不过相较于其他小熊的窝头薄脆，窝头标兵萌二的则是窝头砖。二小子翻来覆去的看，感觉难以下咽，就逮着熊家一个劲的薅是吗？有时萌二好不容易吃完一块窝头，还没来得及喝口水缓解一下，没点眼力见的黄连就又递来一块窝头砖，吓得二小子花容失色，扭头就跑。此外胖大海也使出800个心眼对抗窝头，只见他先是美滋滋炫完笋笋，在饭盆里找到窝头后先浅尝了一口，随后就绷着小嘴皱着眉开始扒拉窝头，委屈巴巴的模样像极了怄气的老嫂子。可哪怕扒拉到最后只剩下了一点点，胖大海还是吃出难以下咽的感觉。相较之下，萌兰就比较聪明了，找到了全北洞最合适的饭搭子。萌儿每次都让麻雀们先吃窝头，剩下的就让乌鸦帮自己消灭。谁料到最后乌鸦也被噎到直翻白眼。只能说北洞熊猫吃窝窝头的心情比大家上班的心情还要沉重，这绝对是熊猫圈最尴尬的合租室友。眼前这对很有边界感的小熊，就是最近刚出道的组合半斤八两，成员分别是吉福和春雨。吉福的妈妈是翠翠嫌疑爹安安，由于出生时体重达到270克，直接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于是猫粉给她起了个外号翠半斤。春雨则是巧巧野外引种得来的小女儿，
看他和哥哥乔包包、乔兜兜的同款包子脸，就知道乔乔妈妈的审美一直没有变过。加上春雨排行老八，所以也叫乔小八。因此，当春雨和吉福佑年圆合班后，网友就称呼他们为半斤八两组合。不过别看两熊都合租3个多月了，实际却像刚相处3天似的，一点也不熟。半斤每次都要叼着竹子爬到树上去吃，吃完再下来拿了再吭哧吭哧爬上去，甚至为了离对方远点，特地绕个大圈，先假装喝点水，再小心翼翼过去拿竹子吃。有次半斤想吃8两面前的笋笋，社恐的他尴尬的绕了一圈做心理建设，然后快准狠拿到笋笋立马走熊。就是说第一次见到偷感如此强烈的熊熊，相较之下8两就显得大胆了许多。这天奶爸像往常一样打扫外场，放上竹子，半斤和8两一前一后的走出来炫饭，各自挑选好竹子后就躺平开吃。要知道平日里哪怕是放到蔫巴的竹子，8两都不嫌弃，拿起来咔咔就是炫。而这次他拿起竹子闻了闻，就再次去挑选，表面看挑食，实际上在一步步靠近半斤。看到对方忙于干饭，逐渐放松戒备，8两就假装不经意间的躺在他面前。虽然彼此已经很近，超越了从前的距离，但8两仍觉得不够，还得再进一步。于是乎，他趁又一次换竹子的机会，大大咧咧的躺在了半斤身上。看到对方忙不迭起身，还直接反手抱住他。结果半斤被突如其来的拥抱吓到，立马惊慌失措的甩手推开对方，紧接着再次打包竹子爬树上干饭去了。而8两则尴尬的拿起竹子，假装无事发生。不过别看半斤狗狗碎碎很胆小的模样，实际上他特别爱抢8两的竹子吃，哪怕地上还有很多笋笋、竹叶和竹竿。有次奶爸给了8两一小截胡萝卜，半斤看到后本想用他的笋笋换着吃，但一想到抢不过对方，还是放弃了。而8两被半斤抢食1整天后，当对方再次来到自己身边蠢蠢欲动，他毫不犹豫的一熊掌呼过去，并眼神威胁：老虎不发威，你当我是病猫？感觉半斤8两数起来就差一个搅屎棍。如此古灵精怪的小熊，网友们爱了吗？看到爱宝紧紧抱着福宝的这一幕，才明白没有母亲会不爱自己的孩子。这是福宝跟妈妈分开独立生活的第2天，艾女士带着些许忧心到外场营业，她找遍所有角落都没看到女儿的身影。失落的爱宝来到木架上吃了一点胡萝卜，但眼神却在环顾四周，看起来有心事一般。不知这一刻她是在想福宝昨晚睡得好不好，还是担心福宝有没有好好吃饭。就在这时，正在吃着胡萝卜的她突然看到福宝出来了，艾女士赶紧把胡萝卜往嘴里一塞，立马起身飞奔过去迎接宝贝女儿。而福宝也是飞快地跑向妈妈，小家伙似乎有点怪爱宝昨天没跟自己一起，他抬起小手轻轻打了妈妈一下，仿佛在哭诉我以为你不要我。之后爱宝走到哪福宝就跟到哪，寸步不离，当妈妈的跟屁虫。母女俩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艾女士知道分开这么久福宝一定是饿了，于是她立马做好给宝贝女儿喂奶。爱宝轻轻抚摸着福宝的头，满眼温柔看着怀里的小家伙。这一刻，母性的光辉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福宝喝奶的时间很长，爱宝即便精疲力竭，却也不舍得打断。他把头倚靠在女儿身上，闭着眼睛紧紧抱着小家伙。爱宝妈妈真的比谁都爱福宝。之后，母女俩躺在木架上，福宝主动拉起爱宝的手，示意让妈妈抱着自己入睡。如此温馨的一幕让人感动不已。爱宝真的很爱自己的第一个女儿，为了照顾好她，倾注了全部的心血。每次调皮的小福宝爬树时，艾女士就会目不转睛在他身后静静看着，生怕小家伙会摔跤。福猪猪玩秋千时，不放心的爱宝妈妈也会在一旁陪着。而当福宝不听妈妈话爬到高处时，艾女士就会在树下急得团团转，生怕宝贝女儿一个不小心摔下来。虽然捣蛋的福猪猪经常被爱宝胖揍，但她还是要无时无刻黏着妈妈贴贴，仿佛在告诉所有人我和妈妈天下第一好。只可惜这样的场景恐怕以后再也看不到。明年2到4月份福宝就要回国，或许他再也见不到最爱的妈妈，但相信爱宝永远都不会忘记宝贝女儿。他把世间最伟大的爱都给了福宝，未来福猪猪也会带着这份爱勇敢生活下去。谁能想到眼前呆萌抱着盆的小熊竟是萌儿，而跟他贴在一起的正是他的好朋友何欣，也就是顶流女明星花花的哥哥。两小只一起长大，熊生遭遇也很类似。萌儿和欣都是从小吃百家饭，何欣的妈妈是陈宫，当时因为要带弟弟何生去熊猫谷野培，所以小家伙兜兜转转被各位干妈带大。而萌儿的妈妈萌萌，据说只带过萌大1个星期，老二则是1天都未带过。因为身强体壮，奶水好，萌萌成为了基地的移动奶源。后来萌大、萌二和妈妈一起回到北东生活，那时老二都已经1岁多了，可由于没有妈妈在身边教给他生存技能，导致二小子什么都不会。照顾过他的李奶爸就曾说过，萌二小时候吃笋都不会剥皮，急了就直接上嘴咬。奶爸看到后就一点点教给他如何剥，萌二学了好久才终于学会。而他掰竹子的方法也是人教版，每次看到奶爸掰竹子使劲时龇牙咧嘴，二小子就误以为这样才能把竹子掰断。有时候他轻松掰完竹子，发现自己忘了呲牙，还会赶紧把这个动作补上。一开始网友都会觉得好笑，但当真正了解萌二的经历后，就会感到阵阵心酸。当初萌萌和萌二分开后再次见面，已经完全认不出自己孩子的萌萌还说二小子好像知道对方就是自己的妈妈，所以无论萌萌怎么凶都不还嘴。每年萌萌假孕期间或者不想出来营业时，都是二小子出外场代替妈妈上班，网友还因此称他为北东第一大孝子。
人送外号萌笑笑。好在萌二总算是幸运的长大后还能见到妈妈。由于北栋场地有限，他还萌共用一个外场，每次出门营业都能闻到妈妈的味道，并且他还遇到了一群有爱的奶爸奶妈和最好的徐老爷。萌大萌二刚到北栋时，最先照顾兄弟俩的就是徐老爷。难怪二小子经常花式拿捏黄脸奶爸，但在对方面前立马化身乖宝宝。一次徐老爷来给萌二涂治螨虫眼药，正在专心治干饭的他以为是黄脸奶爸，二小子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就是不配合，气得徐老爷弹了他一个脑瓜崩。萌二回头一眼，原来是徐老爷，心想那没事了，然后一动不动乖乖上药。还有一次，萌二故意拿捏北栋所有奶爸，耍脾气怎么都不肯吃东西，无奈他们只好喊来徐老爷。二小子看到对方后一改往日嚣张，乖乖坐好。老爷一脸严肃地教育他，以后不许耍脾气，要听奶爸的话，否则就告诉妈妈萌让他收拾你。之后还轻轻打了一下萌二的手作为警告。二小子则是被老爷吓得一愣，意识到错误的他终于肯吃窝窝头，只能说每一只大熊猫都值得被爱。